嗨，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为昨天2024年4月3日花莲地震遇难的朋友，还有受伤的朋友祈祷。不幸遇难的朋友，希望能够安息，而受伤的朋友能够早日康复。所以，我们今天做一集有关那些年台湾曾经遭遇灾难的时候，中国它的反应以及作为。当然我不是仇中，因为中国的官方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它并没有办法代表全部的中国人。但是由于他们的党国教育洗脑得非常彻底，所以有很多中国人他在某些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对于台湾总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现，着实让人非常的反感。这个就是两岸最大的差距，因为你们没有人性，因为共产党凡事都是以他的政权的稳定性来作为优先的考量，导致他很多的行为在全世界现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浪潮之下，显得他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他的行为并不够格称为人。所以我们今天就几件事情来对照，当台湾发生灾难的时候，中国它的反应。当然我也会一并介绍像美国、日本他们的反应。首先我们回忆921大地震的时候，这是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这将近是24年前以前的事情。这一场地震造成2415人罹难，29人失踪，11305人受伤，而且有51711栋房屋全倒，53768栋房屋半倒。这是台湾在2次大战之后遭遇损伤最严重的天然灾害，而且当时停电停水长达了1个礼拜以上，甚至连银行都没有开门，因为没有电力的供应，所以几乎整个基础设施的运作都中断。地震发生的时候，俄罗斯原定要派出一支医疗团到台湾，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愿意提供空中走廊，所以他们的专机必须改向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还有伯利来实施加油。当俄罗斯的专机接近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空军还有升空迎接，而且主要是为了避免中国政府它的干扰，而且在当时有一个中字辈的报纸就有开始扭曲相关的事实。这2天花莲发生地震，政府相关单位他们的捐款账户还没有成立，结果就有新闻报道说可以先捐款给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被骗到大，所买的没有办法用的邮票，这些都出自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手法。所以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捐款给容易跟中国画上等号的团体。而在1999年9月23日，竟然是中国的红十字会对国际上发声说，任何要捐给台湾的地震款项还有救灾物资，都必须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同意，甚至任何国家要援助台湾的地震，也要征得中国红十字会的允许才可以协助，然后再由中国红十字会将筹集的救灾物资以直航的方式从厦门直接运到台湾。而且他们的秘书长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所以台湾的红十字会是在中国红十字会之下，任何国家要援助台湾地震，要征得中国红十字会的允许。然后台湾某间中字辈的媒体又在替他解释，替他缓颊，所以某个媒体他舔共并不是只有1-2天的事情。中国红十字会的秘书长又讲说，一旦中国红十字会同意以后，各国就可以直接自行来跟台湾红十字会联系。然后大家留意，当时的外交部长
就是担任过台中市长的胡志强先生，他就说，有些国家被迫在派救难团来台湾之前征询北京的意见，但是迟迟得不到回应。有些国家就直接出发，但是确实有些国家就取消来台湾的救援计划。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的单位还广开中国台湾省救灾专户接受捐款，刻意扰乱中华民国台湾驻外大使馆和代表处的台湾大地震救灾义援金的募款账户。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国际红十字会的重视，所以美国红十字会就透过各个管道直接澄清，国际红十字会对台湾921地震的援助不需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同意，而且他们强调，对台湾地震的援助都会交由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来直接转交台湾的红十字会。而且921地震之后，国际红十字会就立刻派了8人援救小组到台湾，所以美国红十字会他们的捐款就直接交给国际红十字会，然后再转交给台湾的红十字会。所以连921这么巨大的劫难，中国还要在这种时机点上来达到它的国际政治的目的，这根本就是违反人性。第二件事情就是 SARS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这个是在2002年先从广东顺德开始蔓延到东南亚还有全世界，而且在当年中国它所有的资讯也都完全隐匿，所以在台湾根本就不晓得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全世界也不晓得有这种非典型的肺炎出现。甚至当年台湾要加入 WHO 世界卫生组织，也被中国官方刻意的阻挠，甚至要取得有关 SARS 病毒相关的文件资料都没有办法。以下这一段就是当年在日内瓦 WHO 会议的场合，还记得吗？2003年的 SARS 事件，我愿严正的指出，邀请台湾参与 WHO 是于法并且不合。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类似提案。早就敢拒绝了。听到会长做决定吗？就是这个态度。大陆官员当时在日内瓦的 WHO 大会上，这句话让不少台湾人相当气愤。没想到在几十年之后，同样在医疗人权上继续打压台湾，甚至更把台上一名确诊案例向 WHO 改成中国籍，一连串无济于防御的政治动作，实在令人遗憾。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就在会场上，他的嘴脸我们这一代的人永远都记得。在这边推荐我们的好朋友汪导，他所拍的国际桥牌社，他有一个外传，就是《和平归来》，就是讲当年发生的经过。老公啊，你是领导？我还超越封锁线，情况在。大姨妈，你一定要拼命赶出来哦！妈妈，我在这里。我们这一代的人经历过 SARS 还有95、96年的飞弹危机，而汪导把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拍成了国际桥牌社，而且还没有电视台敢播出，这个就是台湾的缩影。所以每次经历了这些天灾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中国对待台湾的方式，更加确认了我们跟他不是同一国的。当年的 SARS 疫情造成了台北市的和平医院封院，有7名医护殉职，全台湾有346名确诊病例，造成73人死亡。它本身是一个毒性非常强的病毒，而且在当时最后是美国提供了病毒株还有克流感给台湾。再来讲到88风灾、88水灾，这就是2009年8月6日到8月10日之间，因为莫拉克台风造成的灾害。当时的政府是老马他领导的这些政府，不但救灾速度缓慢，而且当时的外交部还婉拒了各国的协助，连美国国务院立刻就在8月11日公开说明美军已经待命准备援助台湾，但是外交部随即就发文婉谢国外的物资援助。会有这样子的呈现，就是因为外交部将相关的协调资料列为内部的文件，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就是现在国民党的副主席，他们认为只是文字上的疏失，而且当时
整个外交部涉外事务都是总统的外交权跟国内的政治责任，所以一般人都不认为这是外交部自己决定的结果。所以相关文件的表达方式，大家都认为是总统府跟他的咨询机关国安会有明显的失职。因为外交部给各国使馆办事处的函，它是用外交部内部的文件通知，而且是副本给内政部，并不是直接对外国政府的外交文件。所以后来整件事情就被监察院来纠正，因为这整件事情应该要依照规定要转成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而不是只有发给内政部消防署的署长。而且外交部婉谢外援的通电内容并没有在文件上有完整的说明，甚至是谁指示的也没有相关的说明，严重影响到府院首长的诚信。所以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认为老马在当时忽视人民的安全跟罔顾救灾的需求，而且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统战私下协调配合，拒绝外国援助台湾。为什么大家还是会这样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在11月8日上午8点就有跟外交部次长夏立言联络，表示愿意提供协助，而夏立言就指示办公室专门委员陈冠中来向国安会报告。那陈冠中就跟苏起办公室主任黄建良来协调，那黄建良又请国土安全办公室的主任张志宇来协助，所以他们就跟消防署长黄继敏通上电话。那黄继敏个人认为，因为天后这些因素，国外的援助人力跟物资很难到达灾区，所以当天外交部就通函各使馆，婉谢外国的物资援助跟团队。可是这件事情黄继敏后来就否认他曾经有接到来自外交部的公文或电话。补充一下，黄继敏后来因为贪渎的案件就被判刑18年，而且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是身为中华民国的三军统帅，他是唯一有权可以针对国内的灾害指挥调动军队的人。在前面我们讲的921大地震的时候，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在地震发生之后就立即下达指挥权，调动所有的部队进行救灾，所以天还没有亮，所有的部队都已经出发了。这个就是能力上的差距。所以最令人感动的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后来就协调美军出动了驻日本佐世保的第7舰队的丹佛号船坞登陆舰抵达台湾，派出了海龙直升机来协助吊挂相关的机具还有物资。这是当年的照片，这是当年美军官网上面丹佛号在台湾外海整补的时候的照片。这是2009年8月17日，还有派出海鹰直升机来协助吊挂。左边这一位是李文裕教官，右边这一位就是美国的海军上校，右边这一架是海龙运输直升机，左边这一架就是海鹰直升机。多年之后，李教官也有写一篇文章回忆当年的情景，这一张照片非常的难得，也感谢当年空军还有美国友人的协助。这一张就是当年 CH-531 海龙直升机吊挂小山猫的照片。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朋友拍摄了当年的这些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当年的记录，让我们看到在当年这么险恶的环境下，就只有美国出来协助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什么叫做两岸一家亲，其实都没有真正美国还有日本跟台湾的亲，这个都是中国自己一厢情愿的说法，因为伤害两岸感情的就是中国自己。所以台湾长期以来不论在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合作，最优先的一定是美国还有日本。所以大家还可以搜寻网络上有关当年88风灾相关的照片，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相关的经历。88风灾期间就是靠台湾自己的陆航直升机，当年是 UH-1H 还有 CH-4拐运输直升机，还有空军的海鸥中队救难直升机，还有空勤总队的 UH-1H 直升机，再搭配美国的海龙直升机，以及海鹰直升机，才克服了所有地形的险阻，救出了许多的人，吊挂了许多的物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到这几年我们所经历过的 COVID-19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同样的，也是先由中国的武汉
先爆发出来，而且相关的讯息完全不透明，台湾也没有办法获得相关的讯息，因为我们还是被中国因素阻隔在 WHO 的体系之外，而且是从罗义军医师他在网络上的讯息判读出来具有风险，台湾就紧急启动了相关的应变机制。这个也是由当年 SARS 的惨痛教训而建立的相关的应变机制，所以整个医疗体系包括每4年的评鉴里面，它的紧急应变计划对于不明传染疾病的相关应处，甚至当年我也还在医疗院所担任最高行政主管，我们是在除夕那一天紧急召回，然后立刻进行相关的动线规划、相关的警语、相关的防疫物资的调度，这也都是台湾由于当年 SARS 的惨痛经验而建立的机制。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发生311地震，就是日本东北大地震，台湾政府跟台湾人民捐助了至少200亿日元，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超过了其他93个国家的总金额，包含了今年2024年日本的能登半岛发生地震，台湾也以很快的速度发起了捐款。台湾跟日本早就成为了生命共同体，所以在新冠肺炎期间，日本也紧急提供了100万剂的疫苗给台湾。在台湾最缺疫苗的时候，就是美国跟日本都纷纷提供疫苗协助台湾进行防疫的工作。我们再来对照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就是2008年的时候，在四川省的汶川发生大地震，最后台湾捐给四川灾区的款项高达了 15.2 亿人民币，台湾的捐款总额大约折合台币是88亿台币。台湾的捐款仅次于香港，甚至连当时的老马他还参与相关的募款晚会。可是他这样子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他这几天去到中国，人家连他的职称什么都不敢讲。当年的马政府甚至用台湾自己的救命钱，就是没有经过编列预算，直接拿第二预备金动资了 8.3 亿台币来捐款给中国。而台湾得到了什么？就是共机不断的扰台，共建不断的扰台，然后中国很多人对台湾非常的不友善，主要都是因为共产党政权对台湾根本就不友善。像昨天发生了花莲地震，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先生就立刻发文关怀台湾，所以台湾跟日本早就成为生命共同体。可是台湾跟中国越走越远，这都是由于共产党他的操作，导致他的人民也被洗脑。台湾换得的就是每天共机共建的扰台，还有飞弹瞄准台湾的恐吓。在这情况下，台湾跟中国就是一边一国，不会是同一国。所以台湾每次发生重大天然灾害还有疫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先能够自救，而且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守住我们的家园，然后国际的友人才有时间来协助我们，绝对不用期望中国的协助，因为那只会引狼入室。好了，今天我们以非常沉痛的心情来聊这个话题，主要是让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共产党是不能相信的，他也不会帮助我们，他对台湾的协助都是另有目的。只要我们还在，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抵抗中国的入侵，保卫我们的家园。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一切平安。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